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建哥。在去年年初呢 ，AMD 推出了 Ryzen AI Max 加395这款处理器，当时我就被它可以选配的海量内存以及强劲的核显性能震撼，印象非常深刻。而在2026年呢，华硕出手了，推出了华硕的 ProArt 创13 216，搭载呢就是这颗处理器，核显性呢基本和4060五五开了。关键呢，搭载了64G 的 LPDDR5X， 那就可以给核显分配最高48G 的海量显存。那么这台 ProArt 创13 216到底如何呢？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。首先，配置方面呢，我们这台 ProArt 创13 2026搭载了来自 AMD 锐龙的 AI Max 加395处理器，16核3兆千层，核显规格为40 CU。之后再来测试它的表现如何。至高可以配备内存搭配至64G，8000MT 每秒，256bit 位宽俗称4通道。硬盘大小为1TB 的固态，屏幕呢是一块2880×1800分辨率的 OLED 触控屏，属于创意设计 PC 的旗舰级配置了。其次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外观。ProArt 在台式机领域已经推出了很多产品，重视细节却外观低调的风格广受不少非 RGB 用户的喜爱。而笔记本领域呢，也延续了这一风格。ProArt 创13 2026的机身采用了黑灰的主题色 ，A 面的材质为磨砂铝合金，触感顺滑。整体设计的元素非常的克制，仅在左下角布置一个 ProArt logo， 在灯光反射下呢，高级感十足。平轴阻尼顺滑，支持单手开合。对于一台1.39公斤的笔记本来说呢，做得不错。屏幕支持360度旋转，可以在笔记本、帐篷、站立、平板等4种模式间切换。C 面的键盘部分呢，按键的键程是偏长的，段落感比较强。触底略显绵软，整体的调教呢比较偏向于精英取向，手感不错。触摸板呢紧贴键盘底部，面积已经接近极限，触感呢也是非常的丝滑，按压的手感和声音也都非常统一，没有多余的震动。触控板两侧的掌头部分呢，也是触感很细腻的铝合金，在能体会到的细节处呢，都精益求精，力求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。接口部分呢 ，ProArt 创13 2026在机身左侧放置了一个电源接口，一个 HDMI 2.1 接口，一个支持40G USB 4的 Type-C 接口，一个 RMI 接口。右侧呢，则是放置了电源键，一个 TF 卡槽，一个10G 的 USB-A 口，以及第二个就是 40G USB 4的 Type-C 接口。这个接口在13寸笔记本里面已经是拉满了，而在机身的尺寸上面呢，机器本体重量轻约1.39千克，薄至16到19毫米，电源输出高达200瓦，算上所有的线缆呢，仅525克重，非常轻便了。ProArt 创13 2026的机身尺寸和重量平衡是做得不错的。旅行中呢，想要进一步减费的用户呢，可以另外购入100瓦的霹雳充电器即可。那在这种等级的机身下呢 ，ProArt 创13 2026能够释放出什么样的性能呢？来看一下性能测试CPU 方面呢，这颗16核3兆线程的 AI Max 加395，在切换到手动模式，将所有的选项全部拉到最高以后呢，能够稳定提供85瓦的性能释放。在3G 213的多核跑分呢，33712分，单核1974分。而在213的10吨黄中呢，最终也能稳定在32000分左右。过程中的功耗和温度如图所示。214多核1775分，单核111分，与桌面端的13770K 以及790X 这样的处理器是旗鼓相当的。大概呢能有桌面端16核的 9950X 的80%左右的性能。Blend 的成绩呢如图所示，使用这颗8060S 进行 Blend 渲染成绩呢，比起 CPU 加显卡渲染呢要更高。表现突进性能的 3D Mark 方面呢，我们检测2个项目 ，TimeSpy 项目得分在1万出头。FSE 项目在12600分左右，这2个项目的分数呢，其实都与满血的移动端4060非常接近。
游戏部分呢，我们也检测一下，那这颗40 CPU 的 8060S 核显性能是非常的强悍啊。参测游戏全部采用 1080p 分辨率，赛博朋克2077高画质预设平均帧高达108帧，1%low 帧也有68帧左右的水平。极限进入地平线5在高画质的预设下呢，测试全程平均帧160帧，1%low 帧124，赛车2平均帧达到了302帧，1%low 帧109的电竞水平。应该说，ProArt 创132016搭载的这颗 APU 呢，想要应付一些中度游戏呢，甚至说是 1080p 分辨率通关一些3大作呢，应该是不在话下的。除了强劲的核显之外呢，这颗 AI Max 加395移动处理器在配合64G 内存的情况下呢，能够无压抑的运行一些32B 等级的大语言模型。我们设置了32G 的共享储存，在这里测试了一下千问 QWQ32B 的模型。挂载在本地运行时呢，生成一篇200字的自我介绍短文啊，速度为7.9 token 每秒。在这种级别的模型里呢，409024G 由于显存容量不够，没有办法运行啊，必定要选择409048G 才行啊。当然 ，ProArt 创132016生成速度肯定没法跟409048G 相比，但是这个解决的是能跑和不能跑的问题。AI Max 加395处理器的64G 的统一内存，在本地部署 AI 这种手段下呢，是十分强大的。当然，华硕本身也在笔记本内置的创作者中心和小硕知道 AI 智能助手。在登录账号之后呢，可以直接使用 Alt 加 O 键呼出，它可以实现常见的 AI 功能，比如说文档润色、翻译等等一些常见的提问回答，看起来也都没有问题，并且呢，可以在本地部署与云端交流2选1。如果遇到断码或者说一些保密的文档需要处理，同时又不想折腾其他的大语言模型启动器的话，那直接使用本地部署的小说知道呢，就是非常方便的。而在屏幕方面呢，这块 2.8K 的 OLED 触摸屏啊，观感透透。实测在默认模式下呢，就能够覆盖100%的 DCI-P3。在华硕管家内呢，也做了 sRGB、D3P3 以及 Display P3 3种模式的色域缩线。各个模式的色准呢也很优秀，我们测试到的平衡塔 E 都不到1，并且呢，华硕还在 ProArt Creator Hub 中集成了校色功能，只要用户租一台校色仪呢，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自行校色啊。这对于像广告类、影视类和设计类用户来说呢，可以说是一大利好。我们在这里也展示了一些影片与歌曲的播放效果，观众朋友们可以感受一下这台 ProArt 创132016在影音方面的体验如何。过完了整个机子呢，我们来进行拆机。ProArt 创132016的散热采用了双风扇散热管的结构，固态硬盘为来自铠侠的 BG6，尺寸2230，大小为 1TB， 读写速度如图。机身没有预留第二个硬盘位，想要升级硬盘的话可能会比较折腾。无线网卡为来自联发科的 MT7925， 支持 WiFi 7，电池大小为73瓦时，使用 Procyon 的续航时间为10小时20分钟。那同级的正常水平。实际的办公使用一般是续航成绩一半，5个小时左右呢，也能够支持半天的工作。我们针对这套散热呢进行了单颗 IPU 的测试，结果如图：室温25度，性能模式在20分钟的烤制之后呢，平均温度仅72.4度，功耗60瓦。此时的噪音啊不到50分贝 ，C 面的最高温度也只有45度，最高温的键帽 F6 键更是只有40度出头。更换到标准模式之后呢 ，CPU 的功耗平均47瓦，温度为66.8度，噪音也只有44分贝左右。这套散热器呢，对付这个功耗的 AI Max 395处理器呢，还是有一些余量的。不过华硕呢，为了噪音和表面温度，适当限制了它的发挥。在切换到了手动模式呢，将所有的选项全部拉到最高之后呢，能够达到80瓦性能释放。另外呢，华硕也为创132016带来了0分贝的技术，也就是在 CPU 负载较低的时候呢，能停转风扇，带来绝对静音的体验。希望这种功能呢，可以在轻薄本当中推广开来啊，充分照顾用户的使用体验。创意笔电啊，并不是最近几年才有的概念，那早在10年前 Surface Studio 发布时候呢，微软便引入了 Surface Style 的外设，给 OEM 和开发者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。这是一类全新的外设，那用法和红键盘是没有实质区别的。但是旋钮式的操作方式呢，特别适合某一些细分场景，比如说呢，在 PS 软件中呢，能够调整图层的大小，
画笔的粗细、透明度等参数。在 PR 软件中呢，则是能够调整时间轴、音轨高度等等。PRO的创世32026的触摸板左上角就设计了华硕的创意旋钮，直接将创意按钮集成进了笔电本体，免去的额外购置的成本不说呢，还能方便携带。那么我们详细讲讲该怎么去使用。默认状态下呢，可以控制音量和屏幕的亮度。在触控板的右上角向内滑动呢，可以轻松切换圆环的开关，非常方便。长按创意旋钮呢，就能够进入旋钮的自定义软件中呢。华硕对于常见的 Office 和 Adobe 套件做了预设，比如说在 A 中呢，旋钮可以调整时间轴、浏览图层；在 Edge 浏览器中，可以在打开的标签页中切换调整视频网站的播放速度等等。如果你觉得预设的功能不够多，也无妨。在右侧的窗口中呢，还可以继续追加功能。当然呢，我们建议是不要贪多。创意旋钮本意呢是为了细分场景下的快塞太多不常用的功能呢，反而就会拖慢工作流。PRO的创世32026的翻转形态呢，也为它带来了更多的使用可能。账本形态呢可以看课刷剧，平板形态呢可以绘画写生，笔记本形态呢又能够工作生产。一台设备把各种使用环境都能照顾得到想必这就是2合1设备真正的潜力所在了。另外呢，华硕也为用户带来了创意应用 StoryCube AI 多媒体中心。可以统一管理用户的照片、视频素材也可以选择想要的保留的素材一键生成回忆片段。对于堆积太多的素材呢，不想动剪辑软件的用户来说是一大利好。另外呢，华硕还有一个即将上线的创意应用 Muse Center AI 灵感中心可供使用，可以将用户的手绘草图自动用 AI 转换成实际的绘画作品。不过这个就需要在正式上线之后呢才能体验了。最后呢，我们对于华硕 PRO 的创世32026呢进行一个总结。本代换装了 AMD 锐龙 AI Max 加395处理器呢，创世3显得更加全能，无论是16核心的 CPU， 还是媲美独显的8060S 核显都能在创意设计、单机游戏给出不错的表现特别是64G 的内存可以共享给显存使用，那不需要再选购昂贵的大显存的显卡，那给了用户一个低成本去搭建本地 AI 大模型的选择。再考虑到13寸翻转本的万金油的形态1.39公斤的重量，60瓦的性能释放，噪音不到50分贝甚至是0分贝的模式，给了整台笔记本良好的使用体验。再搭配华硕创意旋钮的外设体验，你想得到的要素基本都能安排上来。对于需要使用轻薄本进行视频生产的用户来说呢，华硕 PRO 的创世32026担得起一句创作毫不妥协。那今天节目到这里，不知道你如何看待这台华硕的 PRO 的创世32026呢？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。如果观众别忘了点个小赞和点个赞，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r， 你们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们新公众号传个 CLK。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，可以来我们淘店铺传过的数码。这窗口见，我们下见，拜拜。